一个女孩下班后就匆忙赶往和男友约好的地点约见男友的同事，没想到刚一下车就被男友嫌弃素面朝天，太丢脸了。在男友的要求下，女孩不得已又打车回家，化妆后才赶过去。但是男友还是不太满意，说要不你还是不要去了，你衣服穿成这个样子实在太丢脸。男友的话让女孩很受伤，立马跟他提出分手。男友却觉得自己的女友太脆弱，衣服不修边幅的样子让他很无语。他说，我觉得任何男的也不想自己的女友这个样子出现在同事面前。这可不是某部青春偶像剧中的情节，而是今年年初发生在国内的真人真事。其实不只是男人爱面子，女人也爱面子。我记得以前在法国，常常看见名牌箱包商店门口排长龙的中国女人。这些商家门口贴着中文大告示：中国顾客凭护照限购一个包包。俗话说，人活脸，树活皮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家丑不可外扬。中国人爱面子的确是出了名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那么爱面子呢？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对这个问题的独立思考。爱面子的人最怕丢脸。丢脸的意思呢，就是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，觉得自己脸上没有光彩。如果我们归根溯源，人类第一次产生丢脸的感觉，应该是在伊甸园里。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就藏在园里的树丛中躲了起来。他们觉得丢脸，不仅是因为做错了事，也因发现他们自己是赤身露体。但有趣的是，亚当夏娃从来就没有穿过衣服，他们一直都是赤身露体的。况且当时伊甸园里也没有别人，赤身露体有什么关系呢？有什么好觉得羞耻的呢？其实啊，当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也给了他们自己的荣光。伊甸园里的百兽看见人的荣光，就好像看见上帝一样，所以甘愿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。然而因他们选择背逆神，这荣光就在一瞬间消失了。凶猛的野兽也不再怕人，人类的羞耻感也便由此产生。可见人爱面子的真实含义是人心深处怀念那从上帝而来的荣光。那么丢脸的真实含义就是因荣光消失，人产生了悔恨。这恐怕就是人爱面子的根本原因吧。后来的人呢，为了掩饰这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，不得不用服装、美容、学历、金钱、头衔、婚姻、成就等一切外在的荣誉去包装自己，好赢得别人对自己的称赞。这样我们就觉得脸上有光。不过这种动机也导致许多扭曲的心理状态，比如争竞、嫉妒、比较，永远无法知足。严格要求自己或别人，也就是完美主义。为隐藏自己的软弱而撒谎，打肿脸充胖子。过分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产生自卑或骄傲的个性。因自己的过错而深陷羞愧当中，难以自拔，产生抑郁、自恨甚至自杀的倾向。其实我们的脸上本没有光，那荣光也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行为或别人的称赞而生的。我们脸上的光本是从上帝反照而出。当我们脸上失去荣光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解药，乃是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这座桥梁，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亲近他，让他的荣光再次反照在我们脸上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做一个容光焕发的人了。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，希望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启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